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首先这条是，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，暗示不太强硬。黄金小幅上涨，日元走强，因日本当局疑似干预支撑汇率，美元受损。接下来这条，美联储宣布维持利率不变，短期内不会降息，预计在2024年第4季度才会降息。尽管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降息是目标，但目前通胀仍居高不下，股市反应不佳。请看下面这条，日本当局干预汇率市场，试图稳定日元对美元汇率，避免跌至160。当局可能在今年年底前2次加息至 0.5%， 以抑制日元贬值导致的通胀。接下来，瑞士信贷集团因涉嫌在韩国非法卖空而面临500亿韩元的罚款。韩国金融监管局将在周五公布对全球银行卖空交易的调查进展。韩国自2022年底开始调查全球银行的卖空交易，并于去年11月至今年2月禁止一切卖空行为。让我们关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淡化加息前景。亚洲股市普遍上涨，日元在暗示官方干预后突然飙升后恢复下跌。接下来，香港金管局跟随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，利率环境或将持续高企。接下来这条，非洲气候科技初创企业融资呈增长趋势，但仍需克服汇率不稳定等风险。气候科技初创企业资金流入比非洲所有初创企业的资金流入总和多1/3。VC 机构在为气候科技初创企业提供风险资本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。让我们关注日本央行拒绝透露是否在周4外汇市场干预，延续了保密干预策略。日元早盘大幅升值，市场传言政府投入了5万亿日元进行干预，央行将在月末公布干预数据。请看下面这条，美国官员敦促中国和俄罗斯承诺仅由人类做出核武器部署决定。美国和其他人已做出此类声明，这被视为负责任行为的重要规范，将受到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的欢迎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渣打银行第一季度税前利润增长 5.5%， 超过预期，因利率上升提振了这家专注于新兴市场的贷款机构的收益。让我们关注老朋友农场为退役赛马提供舒适的养老场所，其中包括1997年肯塔基德比冠军赢魅力。农场参观费用为$30，游客可以近距离观看这些传奇赛马。下一条，日本政府债券收益率因缺乏市场催化剂小幅上涨，市场对流动性增强型拍卖结果反应冷淡，表明需求疲弱。接下来这条，诺和诺德因 Wegovy 的成功而提高了2024年展望，尽管面临来自里来的激烈竞争，公司现在预计今年销售额增长 19% 至 27%， 营业利润增长 22% 至 30%。 接下来这条，韩国国会通过法案，调查2022年万圣节踩踏事故，但移除了反对的总统尹锡悦所反对的赋予调查小组调查权的条款。下一条，日本日经指数连续第2天收盘下跌，因日元突然升值和华尔街表现不一。在美联储利率决议符合预期后，日本股市涨跌互现，但最终收跌 0.1%。 让我们关注印度石油公司恢复从俄罗斯 Sovcomflot 油轮购买原油，为俄印原油贸易恢复铺平道路。尽管美国收紧制裁，印度炼油厂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成为俄罗斯原油主要买家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俄罗斯法院已取消其在与国有银行 VTB 的纠纷中扣押摩根大通部分资金的裁决。最后一条，壳牌第一季度利润达$77亿，大幅高于预期。受红海和俄罗斯中断影响，炼油和交易获利，该公司将在未来3个月内回购其$35亿额外股票，与上一季度速度类似，其股息保持不变。壳牌化学品和产品部门包括炼油和石油贸易，调整后的收益比上一季度增长3倍多，达到$28亿，这得益于交易和炼油的强劲收益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